对于创作者来说，你愿意碰政治，往往真的不是为了大家想象中的那个钱。很多人碰只是希望说为自己关注的领域尽一份心力啦。但是当这样子的这个心意去碰到一些批评的时候，往往就会导致他们觉得啊，自找苦吃啊，心灰意冷，最后就完全不碰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又回到我们志祺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啊，我们就会用这不看稿，改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讨论可能网红圈啊、YouTube 或者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大家好，我是关杰。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网红碰政治高危议题。那为什么会开始聊这个呢？是因为最近许博简直这个 YouTuber 他们拍了一支台北市动物园的企划吧，然后就引起一些关于政治的争议的风波。今天就想要来用这个事件来问问一下志祺的想法。那因为事件本身可能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会只聚焦在这个事件，而是想要稍微的扩大一点点来聊聊为什么很多的 YouTuber 不喜欢碰政治，然后跟政治人物合作有哪些大家比较不知道的辛苦之处。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今年报复性旅游的朋友超级多，大家手机里面是不是塞满各种出国时拍的照片跟影片？觉得不发在社群上面很可惜，但随便发又很浪费。今天跟大家介绍一堂很有帮助的线上课程——工薪剪辑术，有270万订阅的 YouTuber 讲师阿滴亲自传授剪辑秘诀，教你把旅游回忆和美美的出游素材剪成人人羡慕、超有质感的 vlog。那可能很多人听到剪片会想说，哈，好麻烦，我又没有买专业软体，会不会很耗时间？别担心哦，阿滴的这堂剪辑课呢，是为零经验的剪辑新手量身打造的，分享的是跨软体通用的剪辑心法，教你掌握长影片、短影音都应该要适用的逻辑节奏，并知道该怎么样加入音乐特效，让整部影片更吸睛，甚至有机会剪出在社群上面一炮而红的精致 vlog。9月入手阿滴的工薪剪辑术，还有限时优惠，马上点选资讯栏领取机省360的折扣码吧。可能有些观众还不是非常清楚最近许博简直发生什么事情，那可以先请志祺简单讲一下吗？许博简直他们是一个100万 YouTuber 嘛，他长期就是拍摄动物相关的主题，然后也非常的关心动物的福利啊，推广正确的饲养观念。那他们最近跟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介绍园内的动物行为学院，也请到了这个蒋万安市长来当来宾。但是在上架之后呢，就遭到了脸书粉专小刘医师他们的贴文批评，说许博简直呢有政治的立场，然后找了非专业的蒋万安来上采访，然后还亲昵的互动，似乎就是暗示他们有收钱帮讲座形象。那许博简直在几天之后呢，他们就表示说遭到抹黑，然后针对质疑去回应。他们表示可能不止没有收钱，还主动的捐钱给了动物园。市长只是来宾哦，他们采访的是专业的保育员，有市长参与跟市长反映动物园的问题，其实也是影片的目的之一。再来就是如果市长是其他党派的，同样也会合作等等的。那他们同时在最后呢也反过来质疑，就是小刘医师他没有看影片就泼脏水，然后针对不实指控保留一个追诉权这样子。那目前现在状况是如何？小刘医师粉丝团原本是非常非常强硬的，但是前几天突然就有发文道歉，然后事情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那因为是很简短的啦，所以我相信一定有一些不完整的地方，但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查查看这样子。大家从这个事件就想到一些事情，因为最近就很多人在讨论说，其实网红跟政治人物拍片常常会有一些争议发生。我就想到说，其实大概4、5年前吧，网红跟政治人物合作好像是一个蛮常见的现象，但这个东西现在好像越来越少见了。就你的观察，这是合理的？我先讲一个点，就是从分众的角度去观测大众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不太精准的事情啊。对，但是以我自身看起来，跟我自身在这个圈子里面感受的话，其实网红跟政治人物合作确实是有变少。然后我的感觉是，蛮多网红的确不想要碰政治人物的。那大家不想要碰政治人物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觉得政治很脏啊什么之类的吗？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执行跟风险2个层面来讨论的。那我们就先讲执行面，因为就很麻烦嘛。第一个像是行政的流程很繁琐，就他们要确认的事情其实很多很繁琐，因为他们不能够错，然后他们有很多自己一大堆的公关考量，那你就会再来回一般的厂商，可能我们对个稿就是对个2遍就过了，然后他们可能会对到4遍或5遍，对，他要不同层级都要看一遍，对，然后很多人要开会，你看行政的流程很麻烦，然后再来是行程的安排很麻烦，如果有些出境，其实他们也很忙，然后 YouTuber 大家也很忙，所以这2个东西2个很忙的时间要找交集，它本身就很难，所以很难敲，这个是一些执行的。然后再来呢，很多网友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很赚钱啊，你就忙烦一点应该还好吧，但预算其实事实上是不多的啊。例如说之前
前我记得阿迪有一个案子，然后就被别人讲说，他拿了100万，但是那个100万是一个中间的厂商他去投标，然后拿到了100万，它是包含一大堆的事情，然后最后呢，阿迪他里面拿的只是他的一小部分，然后但是大家会拿着100万，然后去说，你怎么拿了100万，然后你做这样子的东西，这不对吧？另外也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大家会觉得政府付钱养网红这在养东西，可是就顶尖的创作者来说，政府案的收入并不会比其他的商案高啊，所以呢，他们不需要政府来喂养，因为我可能今天1个月我就是5个版位好了，这5个版位早就各大品牌都已经抢着要了，甚至很多的创作者他们今年的排程是已经排到年底了，然后很多的品牌也会跟这些大的创作者签年约，所以他并不需要为了赚钱然后去拿这个案子，去承担那么大的风险。对，大家有些人会讲说他们就是被把持了，或者是你就是被供养的，但我觉得把持它就要2个条件，第一个事情是你的收入可能要占创作者很大部分的收入，或者是你今天呢你不做这件事情你会遭到什么样子的报应或什么，但就我自己理解真的就还好。对，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真正把持创作者其实是 YouTube， 因为 YouTube 给大家通路，然后给大家流量，然后给大家就所有一切这边的基础资源，就他今天来跟我们要挟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哇靠，累死，这本来是政府演算法才是真正的爸爸。对啊，那刚刚讲的主要是执行方面嘛，那你刚刚还另外一个说风险是？我觉得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政治人物跟或者政治议题本来呢就是具有争议性的，因为它就是公众，只要是一个议题走到了公众，它就是会有正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更多元的意见。那你一定呢就会有人是不喜欢你的合作对象。我们讲说言上它本质就是认知失调嘛，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就更容易导致认知失调，更容易言上。然后呢，你不管跟哪一个阵营合作，你都会被贴上一个很强烈的负面标签，就可能会导致你损失一些观众，以及可能很多的厂商他们也不太想要碰政治，因为政治就像刚刚讲，它就是一个容易激起他情绪的东西。那很多厂商他们也不愿意碰政治，所以就会导致呢你的商案受到影响，然后也会流失掉一些潜在的客户。像是我们之前呢就有些客户，他们都会不太希望自己的广告被插在可能政治类影片里面嘛，或者是甚至私底下说对不起，因为你们有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给你们。那所以很简单的结论就是，你的利润其实没有特别的多，然后你的风险又比较高，那大家自然就不会想碰。那我们反过来推好了，因为刚刚讲的是听起来就是一个不是很好赚的状况，但事实上还是会有网红愿意跟政治人物合作嘛。那这种情形又要怎么去解读？我们先讲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直观，就是政治人物跟可能创作者的合作好了。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政治人物露脸的需求并不是创作者自己提的。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个角色他们的需求啦。政治人物他们其实是一个很需要营造形象的机会，所以他们会很积极的寻找一些曝光。那这个曝光的需求呢，它就会呈到了这个承办单位上面。所以呢，如果长官呢有这个需求，通常就会答应，也可能会主动的要求说，这样子的做法呢，在我们的公家机关是非常常见的嘛。比如说道路安全的广告，你就找一个交通部长出演等等的，就会有产生这样子的需求。那创作者呢，他们可能也没有特别的喜欢，但也没有特别的讨厌，他们就觉得说，既然合作，那就互相帮忙嘛。就出现个1-2分钟好像还好吧。对，我觉得有很多人一开始真的就觉得还好。然后此外呢，也有可能有一些创作者是认为说，既然是可以跟一个知名的政治人物同框，他们就代表呢有机会增加自己的点阅率，因为政治人物毕竟他们的影响力其实也是很大的，它毕竟也是一种大网红的概念。对，所以他们可以突破原本自己观众的同温层，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更多人可能认识到自己，或者是接触到自己在意的这个议题。我觉得这个在意的议题是蛮重要的事情。那因为有这个议题在，所以他们可能也会同时觉得说，影片的重点就并不在政治人物身上，然后呢，并不认为我这样子做会被贴个标签。他觉得他要推的是这个议题，这个政治人物只是附带的，但大家不是那么想的这样。但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本身他们就是专门都在做政治相关的本来就是做这个的人啊。对，那个自然他合作就很正常。虽然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可能一些需求或难处，但实际上你在网络上看的时候，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管，那只要你跟某个人站在一起，你实际上造成的效果不就是在帮他背书或宣传吗？你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想法？我自己觉得有碰到政治的啦，就通常还是很难像刚刚讲的这些创作者的心态就是那么的顺利，就这些东西没有，就是标签是非常容易被贴好贴满的，而且政治很多时候伴随的都是负面的标签，负面的标签非常难被撕掉。通常你遇到负面标签的时候，你只能祈求说，那我把自己更多的好的标签贴好，而不是你要想办法去撕下那个负面标签，因为这个负面标签可能是一群讨厌你的观众贴上去的。那讨厌你的观众，他平常也不会再去看你其他的影片，所以他对你改观的几率是很低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去争取那些你有机会获得其他认同的受众，大概只能够做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跟创作者还有部分观众的认知落差是有关的。创作者可能会这样想，他就认为说，今天的一个合作的对象是一个公职公职跟要选举的政治人物是不一样的。对，这是两件事情。那他们通常可能就会
觉得这不一样嘛，然后也设下一些底线，例如说不会帮他助选等等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这样子其实不是在帮他宣传，应该还好吧，应该还好吧。对，但是这边就有个但是，因为影片它还是轻松跟欢乐的这个氛围，所以政治人物他们一定会在这个影片当中得以展现一些亲民的一面，这个就会再导致一些部分的观众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帮他们不喜欢的政治人物在加分，因为这样子就会心有不满。那刚刚这样讲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很直觉嘛，但是我想讲的是，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直觉，因为政治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锻炼这个敏感度，就是你要踩一大堆雷，你才会真的知道，你要真的被炸过。所以我认为没有碰过的人是不好想象的，也因此很多人在第一次接触到的时候，最后就会引起一个比较大的风波。那以许博检治的这个事件为例，可能他们一开始就判断说，对啊，公务员是中立的，跟他们合作，那现在也不是选市长的期间，然后市长这个职位也不是那么的选举，所以评估整体的风险可能不大，但就还是会有少数人认为这是给一个政治人物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曝光，那觉得不爽，所以自然就会引发了后续的这些风波。但这些事情可以想象的是，他们就会不断的发生嘛，因为前面这些根源的问题都会一直存在。那之前你觉得作为一个观众，我们以后要怎么去看待网红 feed 政治人物这种事情？我觉得像网红碰政治这件事情，其实对社会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啦。因为创作者他是有能量，然后去凝聚这些公众讨论的，他们就可以让更多的政治议题被看见，然后去推动社会的往前。那另外我们来谈，如果是跟政治人物同框，其实这个同框呢，也可以公开给予执政者一些压力，然后这个压力呢，让他们的诉求是更有机会被实践的，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像是这次蒋万安答应要讨论动物园的经费，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画面拿来被质询，或者是让下面的人比较好做事，这个真的会存在。但是现在可能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就各阵营他们的立场是比较极化而且去对立的，所以只要跟政治人物同框，甚至是去讨论某一个议题，都很容易被扣帽子。那我自己其实是在看到这样的状况，会有点担心，就是一直有这些延上事件，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效果？怎么说？因为碰政治如果都会变成这样子的话，大家最容易做的就是，那我就保守一点点，再也不要碰了。对，我就不要去碰政治，那大众就会离这些公众议题可能越来越远。我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可是照你刚刚这样的讲法，我就会觉得说，那难道观众看到网红去跟政治人物同框，我们都不能讨论、不能骂吗？我觉得要批评当然可以批评啊，只是批评的方式跟做法，如果是会让创作者越来越不敢碰政治议题，不敢去碰一些政治人物，那我还是真的是觉得蛮可惜的。那个界限要怎么去抓？如果你是对于这个合作有质疑的人，我觉得或许可以是注意你批评的方式跟批评这个力道，因为如果你用一个很强烈的立场，然后去质疑，可能就会有些反效果。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网红的受众里面呢，可能大家其实就是有不同的立场，因为他们已经很大了嘛。那很多人对于政治是没有特别的敏感或者兴趣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太用力的出征，其实就会让粉丝啊，对于这些质疑者更反对嘛，更不想要参与这个政治的讨论。那对你原本的这个支持者，或者是你原本支持的阵营，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啦。真的有好处吗？所以就算真的有问题，我还是蛮建议大家友善的讨论啊，不要激起那么多的对立。那最后我当然还是有一点点小想法，就是其实政治人物除了选举之外，他们还有担任公职。那这个公职就是负责去决定公众事务的角色。那有的时候创作者愿意合作，都是觉得因为这个样子可以让自己在意的事情，或者是这部作品有更大的影响力。毕竟对于创作者来说，你愿意碰政治，往往真的不是为了大家想象中的那个钱，因为那个钱我们前面讲过，它很少，它也不会影响到这个创作者的核心生存等等的。很多人碰只是希望说为自己关注的领域尽一份心力啦，但是当这样子的这个心意去碰到一些批评的时候，往往就会导致他们觉得自找苦吃啊，心灰意冷了，最后就完全不碰了。那我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能够有一群有影响力的人带起公共议题的能见度跟讨论，这都是蛮珍贵的事情。另外呢，我们再回到一个比较高的概念，就是如果我今天一直去讲说政治很脏，政治很脏，你不要去碰，那这个反过来，我们从竞争的角度去想，它是不是其实是一个壁垒？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在政治的这个领域，他们霸占了，然后他们告诉大众说，政治很脏，你不要碰。那最后真正会去碰政治的，是不是还是原本的那一群人？因为他们已经在其中了，他们不觉得。那如果我们大家今天期待政治是大家那么重要的事情，那是不是我们反而应该要去鼓励更多人去接触它，更多的讨论？对，更多的讨论，那就有点像是今天有一滩水，它很脏，甚至是有人可能是刻意的让它脏，然后害大家不想碰。那你
需要的是引入更多的活水嘛，它才会变干净。不然的话，你就只是整天在那边骂这个东西很脏啊，这些事情好像不太会被改变。那这是我自己一点小的心得啊。所以从议题推动的角度也好，或者从公众参与的角度也好，我会蛮希望大家可以更正向去看待网红去碰政治的这件事情，或许就能够营造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好的，那今天就到这边，我想问大家，你怎么看待这次的事件？你认为网红跟政治人物一起拍片界限到底在哪里呢？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录完今天这集高危险题，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讲的还是不能讲？什么？你这样讲，你这样讲就是要听不能讲的。就如果今天有一个网红，他跟 A 政党合作，帮忙宣传一个议题，那大家应该会觉得，就是针对这个网红的攻击，应该都是来自于 B 政党。但其实我有时候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啦。就因为你就想象，就是在 A 党底下，他本来就会有一些是拿 A 党的资源做宣传工作的人。OK， 对，干嘛？讲什么可怕的事？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愿意长期的用低价的甚至是免费的方式协助某一个议题做宣传，那即使他的本意只是想要帮自己的这个在意的议题发声，但是对于原本的这些厂商来说，这个网红就是一个破坏行情的竞争对手，还抢我们饭碗呢。对，断人财路啊！所以你在想象，如果今天这个网红做的成果超级无敌好，那之后 A 党呢可能会想要推广这个议题的时候，他就有2种做法。第一个做法呢，就是要求别人说，别人免费做的都做的比你好啊，你是不是应该要拿到让对方压力更大？然后第二种做法就是，他就优先去找这些人啦，品牌直接对网红很合理嘛，那不找他们原本这些配合的厂商，这样子其实就会害这些厂商他们的收入可能是会锐减的啦。这个可以讲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跟大家聊的，就是说，我觉得从厂商的视角来看，这种见义勇为的网红才会是最可怕的，而且他可能是长期见义勇为的人，因为他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饭碗，所以结果就会变成是网红。你不只会被 B 党的人骂，你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被 A 党的人一起骂，然后你就两边被骂，所以那个声量有的时候就会烧得非常的。可是为什么要让自己人攻击自己人？人会竞争，不是因为差异，通常都是因为太过相似。讲出具有哲理的话了。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书。我依赖家人，阿嬷就像依赖中华电信。最疼我的家人，最挺我的中华电信，舞动精彩，共创未来，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